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特别的故事，是一位成都姑娘嫁到台湾后的心路历程。这个故事也让我思考了很多关于大陆和台湾婚恋观念的差异，以及攀比心态如何影响我们的幸福。希望通过这个故事，能给各位正在寻找爱情或已经步入婚姻的朋友们一些启发。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成都姑娘小文。小文是成都电子科技大学毕业的高材生，在成都一家知名互联网公司担任产品经理，月薪2万多，在同龄人中已经算是佼佼者了。但在相亲市场上，她却屡屡碰壁。丽姐，我真的不明白，我条件这么好，为什么找不到合适的对象？小文曾经对我抱怨道，其实在大陆，尤其是成都这样的大城市，相亲市场的内卷程度真是一言难尽。房子、车子、存款，这些硬性条件成了衡量一个人是否优质的标准。小文虽然自身条件不错，但在成都，男方家里没有2套房，车子不是豪车，就会被许多女孩子直接 pass 掉。而小文自己也不知不觉被这种攀比心态影响了。我闺蜜的男朋友送她一个10万的包包，我男朋友要是连个5万的都舍不得，那多丢人啊！小文曾经这样和我说过，那时我就告诉她，姑娘，感情不是用物质来衡量的，你这样比来比去，最后可能会错过真正适合你的人。但小文没听进去，直到3年前，她在一次公司合作项目中认识了来自台湾的阿德。阿德是台北一家科技公司的技术总监，为人诚恳，待人温和，工作能力也很强。两人日久生情，1年后就步入了婚姻。婚后，小文跟着阿德去了台北生活。刚开始，小文对台湾的生活充满了期待，但现实却给了她当头一棒。阿德虽然是技术总监，但并没有私家车，每天搭乘捷运上下班。他们的住所是阿德自己买的一套60平方米的小公寓，装修简单，家具也都是宜家风格，没有大陆那种豪华装修。小文一开始很不适应，甚至有些嫌弃，就这，台北的房子这么小，还这么贵，你们台湾人不是很有钱吗？小文曾经这样质问阿德，阿德笑了笑说，我们台湾人的富有不是体现在房子大小上，而是生活品质和内心的满足感。这句话小文当时并不理解，她心里还是按照大陆的标准在衡量一切，房子要大，车子要好，装修要豪华，老公要有面子。小文回成都探亲时，总是避而不谈自己在台北的生活状况。面对闺蜜们的打听，她也只说还行吧，然后迅速转移话题。她害怕说出真相会被朋友们看不起，觉得自己嫁得不好。慢慢的，小文发现自己和阿德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多。阿德节俭的生活方式与小文追求奢华的观念格格不入。小文想买名牌包，阿德说有那钱不如存起来，将来生孩子用。小文想换更大的房子，阿德说现在这个房子够住，为什么要背上更重的房贷？就在小文快要崩溃的时候，他偶然发现了一个事实，阿德虽然生活简朴，但每个月都会定期捐款给几个公益组织，而且已经坚持了10多年。此外，他还有一个自己的小天地，家里的书房里面摆满了各种书籍和他收藏的古董相机，这让小文意识到，阿德并非不懂享受，只是他的价值观和自己不同。他追求的是精神世界的充实，而非物质层面的攀比。小文还发现，台湾社会确实很发达，但发展方向和大陆不太一样。台湾人更注重生活品质、环保理念和人文关怀。有钱人不一定要开豪车、住大房子，但一定会在意食物的安全健康，在意环境的舒适宜人，在意人与人之间的真诚交往。比如，阿德的父母虽然家境不错，但开的是一辆10多年的丰田车，他们把更多的钱用在了旅行和兴趣爱好上，每年至少要出国旅行2次。家里的咖啡机和音响设备都是顶级的，因为他们认为这些能真正提升生活品质。原来，台湾人不是不富裕，只是他们衡量富裕的标准和我们不一样。小文恍然大悟，在台湾生活了半年后，小文慢慢适应了当地的节奏和价值观。她发现自己不再那么在意朋友圈里谁又买了什么豪车名表，而是开始享受台北的生活方式。周末和阿德骑自行车沿河岸游玩，去诚品书店泡上一整天，
或者到夜市品尝各种美食小吃。人话一点说，小文的心态发生了变化，他不再用物质和攀比来定义幸福，而是开始关注内心的满足和精神层面的充实。这种转变让他和阿德的关系也逐渐缓和，两人开始有了更多的共同语言和共同爱好。台湾的相处模式也让小文惊讶不已。记得有一次，阿德的同事们聚会，大家都是简单便装，甚至有人穿着拖鞋就来了。聚会的内容也不是互相攀比谁升职加薪了，而是分享近期看的书、去过的地方，或者讨论某个社会议题。这和小文在成都参加的饭局完全不同。在成都，女生们往往会精心打扮，男生们则谈论着谁又买了什么新车新房，或者公司又拿了什么大项目。这就是文化差异啊！小文感叹道。台湾社会确实有其独特的气质，人们似乎不那么焦虑，也不那么爱攀比。慢慢的，小文开始反思自己以前的价值观，为什么我们大陆人这么在意物质和攀比？是什么让我们陷入了这样的怪圈？我认为，这和大陆近几十年快速发展的历史有关。从贫穷到富裕的转变太快，让很多人还没来得及建立健康的财富观和消费观，就被卷入了物质主义的狂欢中，再加上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推波助澜，攀比心理更是被无限放大。丽姐，我现在终于明白，攀比到底毁了多少大陆人的幸福。小文在视频通话中告诉我，我以前总觉得自己嫁得不够好，因为阿德没有豪车大房，但现在我发现，他给我的幸福感远超过那些物质条件。小文分享了他和阿德的日常，每天晚上两人会花时间交流当天的见闻和感受，周末会一起做饭，阿德会煮台湾特色的卤肉饭，小文则会做水煮鱼等川菜。他们还会一起规划未来，包括旅行计划、理财目标和个人成长。阿德很尊重我的想法和决定，从不干涉我的交友和消费，但他会用自己的行动影响我，让我看到另一种生活方式的可能性。小文说，在台湾，夫妻关系普遍比较平等，家务分工、经济开销、子女教育等事项都会共同商议决定。而在大陆，尤其是一些传统家庭，女方往往承担更多家务，男方则承担更多经济压力，这种不平衡容易导致矛盾和不满。小文还发现，台湾的婆媳关系也没有想象中那么紧张。阿德的妈妈从不干涉他们的生活，只在他们需要帮助时才会出现。每周日，他们会去婆婆家吃饭，但婆婆从不主动询问小文什么时候要孩子，也不会对小文的穿着打扮指手画脚。台湾人很注重界限感。小文说，他们认为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空间，不应该过度干涉。这和大陆很多家庭的大家庭观念不太一样。当然，台湾社会也有其不足之处，例如工资水平相对于物价来说确实偏低，年轻人面临的房价压力也不小。但台湾人似乎有一种知足常乐的心态，他们更注重生活质量而非物质积累。阿德常说，人这一辈子健康和快乐最重要，其他都是浮云。小文笑着说，刚开始我觉得他太佛系，现在我慢慢理解他了。有趣的是，小文发现台湾人对大陆的看法也存在误解。很多台湾人通过新闻和社交媒体了解大陆，认为大陆人都很有钱，生活奢侈。但实际上，大陆社会的贫富差距很大，多数人还是过着普通生活。我现在会向台湾朋友介绍真实的大陆，而不是他们想象中的样子。小文说，同样，我也会告诉大陆朋友，台湾并不落后，只是发展方向和价值观与大陆不同。小文的转变并非一蹴而就，刚开始，他还是会在朋友圈晒台北的高档餐厅和景点，试图向大陆朋友证明自己过得很好。但慢慢的，他不再在意这些表面的东西，开始分享更真实的生活，和阿德一起在家做的简单晚餐，他们养的小猫咪，或者台北街头的小确幸。我现在觉得，幸福就是能做自己，不用为了别人的眼光而活。小文感慨道。婚后第2年，小文在台北找到了一份市场营销的工作，虽然薪水比不上在成都的高收入，但工作环境和氛围让他很满意。公司没有加班文化，同事之间也很少有尔虞我诈的职场政治。我以前在成都经常加班到深夜，为了项目甚至熬通宵，但在台北，大家6点准时下班，周末绝不工作。
刚开始我还不习惯，觉得这样效率太低，但后来发现，台湾人虽然工作时间短，但效率很高，而且生活和工作的平衡做得特别好。小文说，台湾的职场文化确实与大陆有很大不同。大陆强调狼性文化和996工作制，追求快速增长和高效产出，而台湾则更注重工作与生活的平衡，强调企业社会责任和员工福利。在台北工作一段时间后，小文惊喜地发现自己的创意和想法在公司得到了重视，他不再是执行指令的机器，而是能够参与决策的一员。这种被尊重和认可的感觉是金钱无法衡量的。在成都，我常常感到自己是职场中的一颗螺丝钉，可有可无，但在台北，我感到自己是团队中不可替代的一部分。小文说，随着在台湾生活时间的延长，小文和阿德开始规划要孩子的事情，这让小文又一次感受到了两地文化的差异。在大陆，一旦结婚，来自父母和亲戚的催生压力往往如影随形，而在台湾，生不生孩子，什么时候生，完全是夫妻两人的决定，外人很少干涉。阿德的父母从不催我们要孩子，他们说这是我们自己的人生，要自己做决定。小文说，这让我感到很轻松，不像在成都，每次回家过年都要面对7大姑8大姨的怀了吗？什么时候生之类的问题。在决定要孩子后，小文又发现了台湾和大陆在育儿观念上的巨大差异。台湾人对孩子的教育非常重视，但他们更强调孩子的独立性和创造力，而不是分数和名次。小文观察到，阿德的侄子从小就被鼓励表达自己的想法，即使是和大人辩论，也不会被呵斥。相比之下，大陆的教育则更加注重成绩和竞争力。小文的闺蜜们为了孩子上好学校，不惜花重金买学区房，从幼儿园开始就安排各种培训班和竞赛。这种教育内卷让许多家庭背负着沉重的经济和精神压力。我不想让我的孩子也陷入这种内卷中。小文坚定地说，我希望他能像台湾孩子那样，有自己的兴趣爱好，有独立思考的能力，而不是只会考试的机器。去年，小文如愿生下了一个健康的男孩，取名元宝。在坐月子期间，小文再次体会到了两地文化的不同。在大陆，坐月子往往有各种繁琐的规矩，不能洗头，不能碰冷水，要穿厚袜子等等。而在台湾，虽然也讲究坐月子，但方式更加科学和人性化。阿德专门请了一位月嫂来照顾小文和宝宝，让小文能够充分休息恢复。台湾的月子中心服务很好，环境也很舒适。小文说，而且台湾人对新妈妈的关怀不仅限于身体，还包括心理健康。阿德经常鼓励我说出自己的感受，不要憋在心里。现在元宝已经1岁多了，活泼可爱。小文和阿德商量后决定，等元宝大一点，他们会在台北和成都两地轮流生活，让孩子同时感受两种文化的魅力。我不希望元宝只了解单一文化，我想让他既有大陆人的进取精神，也有台湾人的生活智慧。小文说，如今当小文在回成都探亲时，他已经不再回避讨论自己在台湾的生活，相反，他会真实地分享自己的经历和感受，包括最初的不适应和文化冲突，以及后来的转变和成长。我告诉闺蜜们，台湾并不是她们想象的那样落后，只是价值观不同。同样，大陆也不是台湾人想象的那样物质至上，只是发展阶段不同。小文说，最重要的是，我不再被攀比心态所困扰，我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幸福。小文的故事引起了不少闺蜜的共鸣，她们中有人也开始反思自己的婚恋观和价值观，不再盲目追求表面的光鲜亮丽。丽姐，我现在才明白，你当初给我的建议是对的。小文在最近的视频通话中对我说，感情确实不是用物质来衡量的，我很庆幸自己找到了阿德，也很庆幸自己有机会体验不同的文化和生活方式。作为一名从事婚恋服务多年的红娘，我见证了太多因攀比而失去幸福的案例。有的女孩子因为对方家境一般而错过了真心爱自己的人，有的男生为了满足女友的物质需求而透支自己，最终身心俱疲。还有的夫妻婚后因为无休止的攀比而陷入债务危机和感情危机。小文的故事告诉我们，幸福不在于拥有多少物质财富，而在于内心的满足和灵魂的契合。
攀比只会让我们陷入永无止境的欲望陷阱，而真正的幸福往往来自于知足常乐和相互理解。当然，我并不是说物质条件不重要，适当的物质基础确实能为幸福婚姻提供保障，但问题是，很多人把物质条件看得太重，甚至作为衡量一段关系是否值得的唯一标准，这就本末倒置了。对于正在寻找另一半的朋友们，我想说的是，请放下攀比的心态，看清楚对方的为人和品质，看清楚你们之间是否有共同的价值观和人生目标，这些才是长久幸福的基石。对于已经步入婚姻的朋友们，我想说的是，请珍惜你们现在所拥有的，不要总是羡慕别人家的风景。每段婚姻都有自己的幸福密码，关键是你们能否一起破解。最后，我想分享一句话，比你优秀的人还在努力，比你差的人还没放弃，你有什么理由去攀比呢？与其攀比他人，不如活出自己的精彩。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故事，我是丽姐，我们下期再见。我想补充说明一下，虽然文中小文的故事是关于嫁到台湾的经历，但这并不意味着台湾的婚恋观和生活方式就一定优于大陆。每种文化都有其优势和不足，关键在于我们能否取长补短，找到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。攀比心态不仅存在于大陆，也存在于台湾和世界各地。只是由于大陆近几十年发展太快，物质丰富程度迅速提升，这种攀比心态可能更为明显一些。但随着社会的成熟和人们精神需求的增长，相信未来的婚恋观会更加健康和多元。希望每一位听众朋友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，不被攀比所束缚，勇敢追求真正的爱情和美好生活。祝福大家！